Hello 啊，各位好啊，歡迎翻到嚟 Tommy 嘅 channel。咁上一集啦，我哋就由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嘅危機講到去美國嘅能源自主嘅重要啊。有網友就問啦，咁可唔可以講一講美國通貨膨脹嘅問題呢？咁所以咧，今集咧我哋就借美國人喺呢一個危機之中感受到嘅壓力，然後延伸到去講個人理財節儉嘅終極心法，大家點樣去強迫自己去慳錢呢？咁美國而家嘅通貨膨脹咧係40年嚟最高㗎，衣食住行開支上升，令到好多人生活好艱難。好似以前喺 Super King 超級市場買餸，雞翼明明都係2蚊到2個半一磅嘅啫，而家都炒上去3蚊到5蚊一磅啦。中國大陸嘅鴨嘴梨比美國嘅啤梨仲要貴，大家經常買到嘅薯片、粟米片、廁紙不斷嘅縮水。每過一段時間咧就減少一啲，減少一啲，然後改一個好聽嘅名推出啲嘅新嘅產品叫咩 Party Size 啊、Family Size 啊等等去掩人耳目。更加唔好提係而家汽車同埋汽油嘅價格，好似之前同大家講電車喺邊度充電嘅嗰一集，嗰個時候加州嘅汽油先不過1加侖4蚊啫，而家已經飆升到去1加侖6蚊咯。咁喺呢度啦，靜雞雞同大家講個秘密啦。每一次咧，我途經呢啲嘅油站，見到嗰個油價飆升咧，我都不禁倒抽一口涼氣嘅。咁但係咧，從一個宏觀嘅角度去睇啦，咁其實美國嘅情況咧就並唔係咁嚴重嘅。過去12個月，美國嘅 CPI 即係綜合消費物價指數咧，大概係7.9%。咁當然，其中能源方面嘅上升幅度係不合比例地大㗎。咁但係喺同一時間之中，美國無論喺就業率、工資增長率、購買力等等咧，都有相應嘅增長。好似喺2022年嘅2月，美國人嘅平均時薪已經升到去31個半。所謂嘅實際平均收入，亦即係包括咗通脹嘅水平，其實同以往10年相比咧，一直都係喺合理嘅水平。即係簡單嚟講啦，其實外邊嘅產品係加咗價，咁但係其實大家相應地收入啦同埋資產咧，都係增加咗相若嘅水平。如果你係打工仔嘅話，你應該都會了解到其實而家嘅就業水平啦係非常之好㗎。有好多個公司咧根本就揾唔到員工，只要你有一個適當嘅技能，其實揾工作咧係絕對唔成問題㗎。而如果你擁有房產啊、股票甚至只係一架車嘅人咧，其實你嘅資產水平咧應該都係相應增加咗㗎。嗱，咁本來咧呢一份稿咧跟住落嚟咧就會由我哋啱啱講嘅通脹嘅問題啦，延伸到去講大家嘅財務彈性、財務自主嘅重要。點解美國嘅新嘅年輕一代會鍾情財務自由運動呢？點樣可以喺7年之內，無論你收入如何都可以提早退休呢？甚至將通脹嘅責任歸咎於各位嘅消費習慣。好似上一集我哋講到啦，汽油咁鬼貴，其實大家都有少少責任㗎喎，類似嘅鋪排啦。但係到咗我剪片嘅時候，我就覺得哇，點解呢個 YouTuber 咁冷血嘅咧嚇，咁不吃人間煙火，咁離地嘅咧嚇？的確啦，其實而家嘅通脹可能對於我或者我身邊嘅朋友影響唔係好大，但係對於一啲一直可能處於社會上比較低下嘅階層嘅朋友，對一啲生活喺 paycheck to paycheck 月光族嘅朋友，一啲可能英語能力唔係話好好工作上面選擇唔係好多嘅新移民，可能會覺得捉襟見肘，呢個都係可以理解㗎。所以咧呢一集我哋就修訂咗我哋下半部咧就會假設你真係感受到我哋通脹嘅壓力喎，點樣去用個人理財嘅方式去渡過呢個嘅難關呢？正常情況啦，其實你就只有2條路可以揀嘅啫。一係你就開源啦，你一係就節流。但係因為形勢所逼，其實慳錢咧應該係你最簡單、最直接可以做到嘅喎。慳錢其實係一個你做任何金錢相關嘅決定嘅時候，不斷去問你自己問題嘅過程。首先第一個問題你要問嘅就係點解你要去慳錢呢？好多人生活喺美國呢啲咁物質豐盛嘅地方，搞唔清楚金錢嘅意義，基本上賺嚟嘅錢就攞晒嚟做消費。當然呢個就係我哋點解經濟咁發達嘅原因之一。但從一個個人理財嘅角度去睇久而久之，人就只能夠喺金錢世界中隨波逐流，心目中充滿無力感，唔識得去反攻自省，只係會諉過於人。呢個正正係好多人嘅寫照。你係因為情勢所逼要去慳錢，生活都成問題，定係話你嘅人生入邊有其他更加重要嘅目標去完成呢？你可能要買一架車去代步，
你可能要去結婚，你要買樓，你要提早退休，呢個直接去主宰咗你要慳錢嘅方式同埋程度。然後啦，每一次當你去買一件嘅產品或者一個嘅服務都好，咁你就先要問一問你自己啊，究竟佢係你生活嘅必需品啦，一個嘅 need，能夠去維持你生活嘅嘢啦，例如你嘅食物啦、你嘅居住環境等等，定還是佢只係一個嘅渴求品咧，一個 want 咧？咁亦即係話，就算啊你冇咗佢哋，你都可以安然生活嘅嘢。咁當然咧，呢兩者嘅分類咧就好視乎你自己個人嘅生活嘅態度㗎。咁例如可能你一個銷售經紀嘅話，啊為咗要去向你嘅客人去炫耀你嘅無窮嘅成就，你就必須要買一架可能好靚嘅名貴房車啊。或者呢一個咧就會變成你嘅必需品。而無論如何啦，之後你再問一問你自己，呢啲嘅物品究竟係你而家呢一刻需要啊，定係往後先需要呢？例如啦，你可能你雪櫃入邊已經冇晒嘢食咯，咁你就必須即刻去買啦。咁呢一個就係你而家需要嘅必需品。又例如你知道你嘅車可能每隔幾年嘅，你都要換一次嘅車胎，咁你又必須要依賴呢架車去出入嘅話，咁呢個嘅車胎就會變成咗你未來嘅必需品。我哋之所以要將呢啲嘅物品、呢啲嘅服務分成4類，係因為只有咁樣，你先有能力用最有效嘅方法，用最低廉嘅價格去得到佢哋。馬上要得到嘅物品，價格當然就會比較貴啦。咁相反嘅例如你明知你每1-2個月都要買一大包嘅廁紙嘅話，你提前預先去購買，你係咪變得有更多嘅時間去等待有更好嘅時機去買呢？你係咪可以去到唔同嘅商家去比較佢哋嘅價錢呢？甚至去做一個低價嘅保證，一個 price match 嘅對比呢？購買嘅主動權將會係掌握喺大家嘅手中，變成係商家去哀求你去買佢哋嘅產品、佢哋嘅服務，所以價格就會比較相宜。當嗰個產品嘅價格去到心目中嗰個嘅價位嘅時候，我哋就要傾巢而出去掃貨。所以點解我哋話我哋美國人啦，成個車房都好大啦，有 double garage 咁啊？但係點解唔係攞嚟擺車嘅咧？原來係擺啲咁嘅戰略嘅儲備、戰略嘅物資咧。咁而除咗減價之外，仲有好多方法可以慳錢嘅。咁我哋廣東話啦，有一句説話叫過河濕腳。產品嘅生產商會將呢啲產品交去經銷商、交去轉售商、去零售商、去推銷商等等先去到你嘅手上啦。喺每一個步驟都有相應嘅利錢，換嚟嘅就係去到你手上嘅產品價格就會3級跳啦。用同等嘅邏輯，我哋嘗試照板煮碗每一個過程之中去過河濕腳啊。舉個例子啦，譬如好似美國嘅優惠券啦，或者你嘅回購咧，通常嚟講都係嚟自於一係就係產品嘅生產商，一係就係嚟自於店家，亦即係所謂嘅 manufacturer coupons 同埋 store coupons。買車嘅時候，你都可能有 manufacturer rebates 同埋 dealer rebates 啦。咁呢度頭同尾我哋都舐晒佢，然後中間嘅我哋點樣去攞啊？例如產品生產商希望將個產品推銷俾你，咁中間咧就會提供適當嘅推銷費，一個 referral fee 啦。譬如大家喺網上面購物都可能經過一啲嘅網站，佢哋就會話俾你聽我會俾翻幾個 percent 嘅 cashback 你嘅，又或者俾翻啲飛行里數積分嘅回購等等。咁呢度咧我就唔會逐一去介紹每一個回購嘅網站噶。不過咧，大家可以登錄去 cashbackholic.com 輸入翻你想買嗰個嘅鋪頭個名啦，咁佢就會列出邊一個嘅網站會俾你最多嘅回購，咁你就撳一撳，你就可以慳翻到好多錢噶咯。然後到咗你買完嘢啦，你要俾錢噶嘛，咁又唔好忘記，其實銀行同埋信用卡喺同一時間都係會喺度過河濕腳噶，收翻嗰個嘅店家大概2至3個 percent 嘅行政費。咁所以咧反過嚟睇咁其實佢哋都會積極嘅去爭取大家去用佢哋嘅信用卡嘅，亦即係點解信用卡係會有 cashback 啦？好似喺各大銀行嘅網站上面都會有唔同嘅回購計劃例如去到某某店鋪購物20蚊就俾翻5蚊你之類嘅推廣。而有啲嘅信用卡可能係每一季都會針對翻某一類型嘅消費提供翻可能 double 或者係幾倍嘅回購，例如5%咁樣。又或者你經常去一個嘅鋪頭去買嘢，可能你就會申請埋佢哋間鋪頭嘅信用卡。而我喺呢一度咧，亦都唔會逐一去介紹每一間銀行每一張嘅信用卡，
又例如智能電話上面有啲嘅 Apps 你買完嘢之後有一張單攞個 Apps 嚟影一影嗰張單，又會俾翻唔知幾蚊幾毫子你。而喺呢度因為時間所限咧，我亦都係唔會去詳細去解釋究竟一啲嘅 prepay 嘅 gift card， 一啲商家去提供嘅 gift card 啦，同埋一啲商家嘅 rewards 啦，甚至係 gift card arbitrage、manufacturer spending 等等實際嘅操作方法。咁但係揀啱一張真係啱你嘅信用卡用喺一個啱嘅鋪頭入邊，其實係好重要好重要嘅喎。咁我知道啦，好多人其實好唔理解點解有啲信用卡狂熱者啦點解會咁執着嗰1-2% cashback 咧？咁但係真心嘅，其實你生活喺呢個咁嘅社會啦，呢個 bell curve 呢個中型嘅曲線之下，咁我諗大家其實喺大學啦，你都會知道 line curve 啦。其實你考 A 同考 B 嘅分別咧，正正就係差在個1-2% 啦。以上所講到嘅慳錢心法，其實係適用於無論係必需品又好，同埋渴求品都好嘅。只不過對於渴求品咧，你要再問多2個問題。第一，呢個渴求品係咪符合我哋一開始要慳錢嘅目標呢？第二，就算係啦，你係唔係真係咁短時間之內就需要去買佢呢？例如你嘅目標係你幾年之內你要買你第一間嘅房屋，但係喺達到呢度之前咧，你就睇中咗一部好中意嘅名貴房車。好顯然㗎，佢唔符合你本來慳錢嘅目標，亦都係冇一個短期內一定要買佢嘅原因。所以除非你係去推翻你原來設定咗嘅目標，否則嘅話你係唔能夠去買佢噶。咁可能大家會問啦，如果你咩都唔能夠買嘅話，我生活喺呢個世界上又有啲咩嘅意義呢？咁當然啦，其實 Tommy 心目中嗰個嘅回答咧，就一定係士能知足心常態，人到無求品自高。你話呢句說話係咪好有意境呢？咁但係咧，其實我都好清楚嘅唔係話個人都好似可以Tommy 咁樣升個仙又達到咗呢個嘅境界。咁所以咧，最後保底嘅你都可以問一問你自己一個嘅問題：你揾唔揾到替代品呢？例如你好渴望去買一個某某電動車品牌嘅乜乜 long range、乜乜 self driving、乜乜顏色嘅，咁可能淨係買基本版咯，得唔得啊？又或者淨係買一架二手車咯，又得唔得呢？甚或之睇另外一個品牌又得唔得呢？就算只係一個需求品好似我哋之前提到啦，南加州個超級市場你要買一罐地捫嘅罐頭粟米要去做粟米肉粒飯蘇米肉粒糊飯啦，咁當然就最好食嘅係嘛？咁但係為咗達到我哋啱啱慳錢嘅目標，你會唔會去選擇哪怕味道口感都好有分別嘅？咁呢個咧就係 Albertsons 嘅超級市場嘅品牌啦，甚或之係德國平價超市 Aldi 嘅罐頭粟米咧。呢一個嘅取捨就係問一問你自己啦。而最後，如果你嘅慳錢大計成功嘅話，你應該會達到我哋原先定落嘅目標，然後又視乎你自己可能你又會去開啟另外一個慳錢大計。咁但係如果最後唔掂，你仍然都係入不敷出，咁你就只能夠翻去繼續嘅去問你自己問題啦，喺唔同嘅地方再去慳錢。而當然啦，凡事都會遇到樽頸嘅，慳錢都會遇到邊際回報同埋機會成本嘅問題。尋找更多收入來源，或者就係你另外一個嘅嘗試。所以其實你話慳錢係咪背後有好多嘢要去諗呢？唔單單係一啲師奶仔要為咗慳嗰幾千幾毫諗埋啲婆乸數㗎。有機會嘅話，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點樣去用一個比較感性少少、比較靈性少少，哪怕係毛澤東嗰句比較變態少少啦用與天奮鬥、與地奮鬥、與人奮鬥其樂無窮嘅所謂鬥爭哲學去諗金錢啦。無論如何唔知道住喺美國嘅觀眾朋友又覺唔覺得通貨膨脹嘅問題對生活壓力好大呢？喺下邊留個言啦。都希望大家可以勒緊褲頭，一起渡過難關啦。咁最後都加多句之前提過啦，揾充電站咧就要用 PlugShare 啦。咁揾油站就要用 GasBuddy 咯。打入你嘅地址，你就可以好輕易嘅揾到你附近價格最平嘅油站噶啦。而呢一季千祈唔好忘記使用 Discover 嘅信用卡喎，喺油站使用咧有5% 嘅回贈噶。當然你都可以喺超級市場使用 Citi 嘅 Dividend， 或者去到 Staples 或者 Office Depot 用 Chase 嘅 Cash Ink 去買啲油公司嘅現金卡，同樣都可以攞到5% 嘅回扣。而現金卡更加可以享用到油站較為低嘅現金價格。
唔知大家又有冇其他慳錢嘅 tips 同各位觀眾分享呢？喺下邊留個言啦。下一集再見，拜拜。